这是我的超人爸爸，一个在1岁时发高烧没及时就医失聪的聋哑人士，没法和人沟通也没法上学的爸爸，从小跟着大人四处奔波做苦力，去金山挑过沙，去工地搬过砖，也曾在年少时因为帅气和吃苦耐劳得到了同村一个姑娘的青睐，奈何姑娘的父母打死也不同意，最后他俩只能不了了之。在爸爸30岁时，没人介绍和小9岁但两家距离不到500米的妈妈相亲。妈妈天生智力低下和视力缺陷，就这样两个苦命懵懂的人在双方父母的操持下稀里糊涂的结婚了。妈妈嫁过来后，因为一次煮饭差点把厨房点着，爷爷打了一巴掌，外公把妈妈接回去说要退婚。几个月后，爷爷奶奶同时保证不再打人，才没离婚。从那以后，妈妈就再也没干过家务。而我在他们结婚第2年出生了，是奶奶拉扯我长大。儿时对于妈妈最深的记忆是她坐在屋檐下发呆，和在村里四处闲逛，还有她癫痫发作时倒地抽搐，口吐白沫，我躲在奶奶身后不敢哭出声来。后来因为包工头担心爸爸出意外，又给爸爸买不了保险，爸爸失去了卖苦力的工作。不知何时，爸爸发现了一个既没有约束又能干一辈子的好工作——捡破烂。他每天5、6点起床，吃上一口茶道饭，骑上他的288自行车，带上纤维袋就去了。而上小学的我，每天最期待爸爸晚上归来，期待爸爸从纤维袋里拿出来的糖果和饼干。那时的我不知道干净卫生，也没有过期的概念，只知道糖果有多甜，饼干有多香。随着我渐渐长大，我不再期待糖果和饼干了。我站在路边，看着慢慢黑下来的马路，一直不出现的爸爸身影，让我担心漆黑的路上爸爸听不见被车撞了，联系不上家人。只有爸爸的288自行车嘎吱嘎吱的声音从夜色中传来，我悬着的心才能放下。当他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不停地抱怨和叮嘱着他不要那么晚，可第2天他还是照旧。印象中只有下雨天时爸爸才在家，他也没闲着，会去河边捕鱼给家人改善生活，去菜地里种菜除草，也会给外婆送自己捕的鱼，给城里回乡探望的亲戚送自己种的蔬菜。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大概是刻在了爸爸的骨子里。从我记事起，爸爸每年都会跟着爷爷种2季水稻。耕田机刚出世，爸爸也很快学会了操作。还记得小时候双抢期间，我老是在睡梦中被叫醒去帮忙。爷爷在70岁前1年冠心病死在了田间，而我也上了寄宿学校。爸爸就一个人耕田、插秧、拔草、打农药、收割。正是爸爸日复一日的捡破烂和务农，支撑起了这个家。舍不得买肉吃的爸爸在捡破烂时认识了一个饭店的老板，老板心疼爸爸，每天打包一些剩菜给爸爸带回家。因为有肉，我们一家都吃得很开心。即使在那个年代，周围好些初中就辍学打工的例子，生活中舍不得花1分钱的爸爸，却会在我每次开学时主动将学费送到我的手里，并带我去报名。是爸爸全力托举着我，给了我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还好我没有辜负爸爸，考上了大学。大学期间，我曾也在暑假陪爸爸去捡破烂。我们骑着288自行车翻越一个个上坡，经过10多里路，到了繁华的市区，和爸爸穿梭在一个个垃圾堆间，翻着一个个垃圾桶。途经的路上会遇到不同的爸爸的熟人，他们好奇地询问着我的身份。我笃定地告诉他们，我是爸爸唯一的儿子。到了中午，爸爸会带我去废品站卸货。那里的老板娘说，爸爸是唯一经常给他们送蔬菜的顾客，是唯一不分烈日炎炎和寒风刺耳都会去送废品的顾客，也是唯一他们留吃午饭的顾客。是因为爸爸的勤劳、真诚才有的特例。体验过了爸爸的工作，我累趴在了床上，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这仅仅1天，却是爸爸的每一天。那时我才真正明白爸爸的辛苦和不易。大学毕业，我在北京找了程序员的工作，想着爸爸能放松一些。他
他不但没有，还遇上奶奶得了阿尔茨海默症。爸爸又开始照顾奶奶，一大早准备好饭菜出门，捡一天破烂，晚上回来还得给妈妈和奶奶做饭。我多次劝爸爸不要去捡破烂和种水稻了，我能挣钱养家了。他笑着不停地点头，第二天却抛之脑后，照去不误。我只好用工作的积蓄将家里装修好，让他们住得舒适一些。陪爸爸去医院检查配助听器，让爸爸安全一些。直到今年4月，我被公司裁员。我不想爸爸妈妈像爷爷奶奶那样辛苦一辈子，却没出过县城，于是带他们去了首都北京，领略了5000年的中国文化。回家收拾房子，改善他们的生活。可还没收拾完，爸爸就脑梗倒下了。住院期间，他经常情绪激动。爸爸是担心自己瘫痪会拖累我，他忍着疼痛积极地配合着治疗，而我1个月的日夜陪护没有白费。爸爸的康复超出了医生的预期，才出院几天，爸爸又开始田间插秧、菜地除草。我拿出爷爷的遗照吓唬他，爷爷就是生病后在田间劳作去世的。可爸爸说爷爷是没吃饭饿的。我没法和他说明什么是脑梗，什么是高血压，他的认知里也没有这些，只能在他要背着几十斤的农药机打药时抢过来自己打。我想爸爸这辈子的劳碌命是没法改变的。这篇关于爸爸的日记里没有散文诗，只有他苦命的一生，还有他没法对我说却震耳欲聋的爱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在父母剩余有限的生命里，陪他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才不枉我们来这人世间走上一遭。30岁退休，回农村3个月，我后悔了吗？北漂9年，4月底被裁。回村的第一件事，我选择带从未出过县城的爸妈去北京旅游，陪爸爸做了帅气的发型，又买了合身的衣服。跨越1500公里，我们见到了天安门，看到爸爸激动地抹眼泪。我明白了北京对于父母辈的意义，完成了爸妈的北京梦，也算是自己好好跟北京道了个别。回到家，卖掉了爸爸为妈妈捡的1000斤衣服，给爸妈来了一次彻底的断舍离，把人机同屋的厨房彻底冲洗干净，一家人总算有一个干净能吃饭的地方。收拾了堆满冬天衣服被子的爸妈卧室，他们睡觉时可以不用那么热。整理了装满发霉过期食品的冰箱，在夏天可以吃上冰西瓜和冰棍了。清理了被爸妈堆得乱七八糟的房间，以及在我们看来像垃圾堆，在爸爸眼里却是满地宝贝的院子。我们才算有了一个正常的家。陪爸爸整理并卖掉了无数的废品，一路上总有不期而遇的景色，爱心的云，归家的鸭，成群的牛，迎接我们的飞鸟，如宫崎骏动画般浪漫。还有爸爸收获到辛苦换来的钞票时的喜悦。我们一起种水稻，伴着落日余晖耕田。我还学会了育芽、播种、种各种蔬菜。爸爸正是靠日复一日的捡破烂和务农支撑起了整个家庭。回来亲身体验后，才真正体会到他的辛苦和不易。和初恋老婆一起重回大学校园，回味我们10年的爱情，为他再次记录着美好的时刻。在食堂喝8元一杯的奶茶，开敞篷车无忧无虑的兜风。端午佳节和外婆学包粽子的传统手艺，第一次包也算有模有样。看着一家只尝着我亲手包的粽子露出了笑容，我也无比的开心。原本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，可突然爸爸脑梗倒下，看着爸爸痛苦又无助的哭泣，我也曾一度崩溃。但我们也收到了满满的关心和帮助，我也学会了照顾病倒的爸爸，学会了带他去散心，学会了亲手为爸爸理发。随着爸爸一天天好转，我也带他体验我们年轻人的生活，找回他原有的自信和快乐。吃火锅、投篮球、玩电玩、抓娃娃，爸爸的开心写在了脸上。30个在医院日日夜夜的照顾，爸爸重新学会了简单的生活自理，我们的生活又燃起了希望。往后的日子认真度过，
我相信生活没有无用的路，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。